你知道嗎？世界經濟論壇有句話聽起來挺扎心的，到2030年，你可能一無所有，但會很幸福。這幸福是真是假，咱們先放一邊。但一無所有這事兒可真不是開玩笑。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群特別的人，我們叫他們新窮人。他們看上去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，甚至光鮮亮麗，可心裡卻一直被金錢的焦慮死死困住，一輩子都在為錢犯愁。今天咱們就来聊聊，你是不是也悄悄地變成了这新窮人中的一員？看看這15個標誌，你中了幾個？第一個標誌，你的房子是不是每個月房租一交半個工資就沒了？又或者你現在還跟父母住一塊兒，環顧四周，你有沒有發現自己好像沒什麼像樣的家當？所有值錢的東西，也許一個旅行包就能裝走，說不定這包還是跟別人借的呢。那些專家們總跟你說，買房就是地段，地段還是地段。於是你咬咬牙花大價錢買了個小的可憐的小盒子當廁所，安慰自己反正也夠住。現在居然出現了祖傳按揭貸款，意思就是你爸媽那輩子都沒還的房貸，最後甩給了你，指望着你能接力還完，才算真正有了個自己的家。擁有一個家是你最大的夢想，可你有沒有想過，你住的房子真的是你的資產嗎？還是一個拖着你走的負債？如果你聽到這還沒一點感覺，那真得警惕了。別抱怨時運不濟，經濟大環境確實不咋地，可你一看到數字就頭疼。凡事都得過且過，是不是也得負點責任呢？第二個標誌，你的應急基金。如果你連1000美元的應急基金都拿不出來，那基本上就等於你根本没有应急基金。你有沒有誠實地問問自己，如果從今天開始，你突然失去了賺錢的能力，你還能維持現在的生活多久？能付得起房租，買得起吃的，健健康康的活過3個月呢？如果答案是不能，那你很可能就是新窮人了，你離個人破產可能就只有一步之遙。上一次遇到緊急情況的時候，你是不是要麼借了錢，要麼就是典當變賣了點什麼，才勉強撐過去？你可能會狡辯說你是個自由的靈魂，或者那些資產只會牽絆你，但現實卻是你內心充滿了迷茫和焦慮。你把一切都怪罪給這個浮躁的世界，可你現在其實是在諱疾忌醫，因為你害怕仔細思考後發現問題出在自己身上。你現在逃避真相，只會讓未來的反噬更嚴重。可你呢，無所謂，反正那是未來的事了。第3個標誌，你沒有事業，你是有一份工作，可這份工作說不定很快就會被人工智能取代。你討厭自己的工作，賺的錢也緊巴巴的，勉強能負擔生活開銷，可能1個月能出去吃頓好的就不錯了。你的生活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，但反正目前還沒崩潰，你就這麼湊合着。這份工作根本不是你喜歡的，所以你挖空心思的想着怎么升職也沒什麼意義，因為升職就意味着你要為你討厭的事情承擔更多的責任，所以你幹得很焦到會被開除的地步。你的老闆也挺聰明，會給出剛剛好讓你不至於辭職的薪水，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。你倆都不滿意，但又都覺得食之無味，其實可惜只能湊合着。你心裡也會有些宏偉的計劃，比如想在城市外面買塊地，過上自給自足的日子，吃自己種的糧食，甚至出租幾間小房子來增加收入，或者幹點開天闢地的大事。可這些想法你都想了10多年了，卻從來沒有付諸行動。你覺得科技發展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反正隨時都能迎頭趕上。可你想過嗎？想要追趕時代的前沿，只會越來越難。所以內心深處，你乾脆直接把它屏蔽了。第4個標誌，你背負着學生貸款，或者其他為了上學欠下的債。你可能已經意識到，你的學位在今天的經濟形勢下作用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。你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不斷精益求精，只是為了不覺得自己當初的錢白花了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些水管工和電工的收入可能直接秒殺你。你欠債的真相是，你甚至不是一文不名，你比一文不名還不如。大街上無家可歸的人可能沒有多少錢，但他們的資產至少是個正數，而你連他們都趕不上。嚴格來說，你的資產是個負數，你需要努力工作很多年才能趕上那些流浪漢。就算你真的賺到錢了，銀行也像你的奴隸主一樣，你的錢要先還給他們，然後你才能靠剩下的錢勉強過活。如果你無力償還債務，你的學生貸款甚至會轉嫁到你的孩子們身上。第5個標誌，你沒有投資型資產。如果你想要增加自己的財富，那就得擁有一些能隨着時間不斷產生價值或者升值的東西。比如說你的車子，它就是一種負債，而不是資產，你需要給它加油換機油，時不時的修理一下。所以光是擁有它，你就得不斷花錢。在你的生活當中，除了你自己，還有什麼能給你賺錢或者持續升值的東西呢？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90%的人都在掙扎求生的原因。真正富有的人，他們買公寓或者房屋，並不是為了自己住，而是要把它租出去，讓它為自己賺錢。但有人可能會說了，公寓什麼的也太貴了，我這麼窮買不起啊。那你這買股票，你喜歡去星巴克買那些溢價嚴重的咖啡和零食，那你有沒有買過星巴克的股份呢？你知道只花100美元就能買到一股星巴克的股票呢？我們說星巴克不單單是因為如果它幹得好的話，你手裡的股票會漲價，而且你還能獲得股息收入。例如星巴克支付2%的股息，那就意味着你在星巴克每投資100美元，每天就能獲得2美元。你買多買少，
都沒有限制，只要不斷買入那些會升值的東西就可以了。大部分人都會嘲笑富人們花幾百萬美元買入一些奇葩的藝術品，但其實富人比你可精明多了。他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，投資者在藝術品上每投資100美元，每年就能獲得13%的回報，這可比購買黃金、房地產或者投資世界500強要好多了。如今所有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品投資者，起步只需要20美元。第6個標誌，通貨膨脹的速度超過了你賺錢的能力。當東西漲價的速度比你提升自己收入的速度還快的時候，那就說明你是新窮人了。舉個例子，2021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7%，這意味着大部分東西的價格都上漲了7%。2022年又在上一年的基礎上上漲了5%，所以說在過去的24個月當中，價格已經上漲了14%。那麼你的工資或者收入有沒有至少上升這個比例呢？光是去年1年，房租就上漲了14.07%。不管你幹什麼工作，哪怕你只是想要維持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，成本都在上漲。如果你收入增長的能力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，那你就必然會一年比一年窮。第7個標誌，你總是選擇分期付款買東西，就算明知成本會上升，你還是樂此不疲。現在什麼東西都能分期付款，有些人一聽到說你現在只要付很少的一部分就能立馬享受到東西，之後再用分期付款付完剩下的，瞬間就上頭了，立馬就加入了。但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的是，這項服務是要付利息的，有的甚至能比你全額支付高出30%。假設一部蘋果手機要花1000美元，你選擇全額付款或者分4期，大多數人以為分4期就是每期還250美元，加起來就是1000美元。但其實不是這麼回事，一般零售商收取的固定利率在27%之間，所以你不是每期還250美元還夠4期，而是要每期還300美元還4期，最後到零售商口袋裡的錢就是1200美元，勾出了200美元。所以說你今天口袋裡的錢沒少多少，並不代表你就能買得起這個東西了。第8個標誌，你用數字貨幣交易而不是用現金交易。如果我們跟你說，從價值角度上來看，現金是一種更優的支付方式，你可能會覺得我們腦子進水了。一筆錢從我們的個人賬戶到信用卡公司，需要有32次數字交易。咱们好好給你算算這筆賬。假設你的銀行賬戶裡有50美金，每次你在網上用你的手機或者信用卡付款的時候，你的支付處理器對每筆交易都要收取0.87%到4.35%的費用。更糟糕的是，除了這個比例之外，通常還會有一小筆的固定費用，你隨便問一個線上零售商都會獲得同樣的解釋。所以說，你拿50美金到商戶那去消費，但其實並不是所有50美金最後都進入到了商戶的賬戶。假設交易費又是3%，那也就是說，只有48.5美元進到了商戶的口袋，商戶拿了錢再去消費，那這筆錢又會被驗過拔毛，那樣最初的50美元當中就只剩下47.3美元了。每次消費錢都會被不斷削減，用上32次，那就幾乎所有的錢都從社會大眾手裡轉移到這些商戶的腰包裡了。那麼為什麼現金是更加優越的支付方式呢？我們這麼說，如果我給你一個50美元的現金，你就能拿到50美元的現金。如果你去哪買什麼值50美元的東西，那個人也能獲得這當中所有的價值，更別說你光是把自己的錢存在賬戶裡，他們也照樣是要跟你收服務費的。第9個標誌，你就是你父母的養老保障。新窮人會被與他們沒有直接關聯的費用束縛住手腳，你的父母日子過得一塌糊塗，沒有積蓄，沒有投資，養老金少得可憐。現在他們歲數大了，你就會發現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養活自己，那你就只能挺身而出了。人老了，各種病痛就越來越多，每次你父母病了，就會需要你的支持，你很願意照顧他們，但是你發現自己照顧好自己都夠嗆，所以說你已經挺窮的了，財務生活還要再給你一個迎頭痛擊，讓你越陷越深，越來越難翻身。你跟自己說船到橋頭自然直，但是自己卻沒什麼底氣。第10個標誌，你身邊的人都跟你過着一樣的生活，你身邊每個人都過得緊緊巴搭，沒什麼人的日子過得紅火火，你也覺得無所謂，一切都是體系的問題。具體系統有什麼問題你也說不上來，反正就是他的錯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誰的朋友你一眼就能看出來。如果身邊每個人都身處同樣的困境，沒有任何進展，沒有出路，沒有任何指導，沒有人走通過這條路，那新窮人肯定就放棄了。他們直接就躺平了，不會想着去改變，因為問題似乎超出了你的控制，所以你就決定忍受庸庸碌碌的生活。如果你身邊都是失敗者，都是窮困潦倒、沒有上進心的人，你就需要引入別的人，你還是可以跟他們友好相處，但是在他們身上你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。對你來說，如果有一位導師能夠指引你走向正確的方向，教會你如何一磚一瓦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，那該有多麼寶貴啊！那為了讓別人能夠教給你如何過上美好的生活，你願意付出多少呢？有的人可能會說，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。第11個標誌，你會花錢購買服務和一次性的體驗，而不是商品。市場會通過限制你能夠獲得的價值，來讓你不斷地窮下去。他們會向你推銷一種一無所有的生活方式，
這樣你就要花一大筆錢才能使用他們擁有的東西。你沒有車去哪都用，如果你甚至連輛自行車都没有，而是去哪都租用共享单車，因为靠走路你還得額外花個7分鐘的時間。這種時代性的變化剝奪了年輕人人生中的價值。如果你有輛自行車，那過個幾年你就能把它賣掉，回血，回收你購買的時候付出了一部分錢。而現在的便利只能讓你花錢，你每次要付個15美元，正經好像還好，但是你根本就沒有發現這有多貴。從長遠來看，年輕人在未來25年的平均支出將會超過30萬。如果他們能夠有效地利用公共交通的話，平均支出大概會是7、5萬美元。現在所有一切都數字化了，你會購買電子遊戲和電子產品，而這些東西轉賣的價值都是0。這個錢你一旦花了，那就什麼都沒了，你也不再會修理東西了，東西壞了就直接換新的了。但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第12個標誌，你在小的事物上花了太多的錢，但你還是樂此不疲。你把這些東西當作是給自己的小獎勵，但這其實就跟打車的例子一樣，因為這種便利的假象支付了原價4倍到5倍的金錢。下面我們就來比較一下。在星巴克一杯咖啡大概是2.5美元，你自己做杯差不多的咖啡的花費大概是0.36美元。買星巴克的咖啡，你就額外付出了7倍的錢。雖然化學成分相同，但是大品牌的藥物的價格是普通品牌藥物的5倍。市場營銷會讓你花400美元買一件成本只有6美元的 Gucci T 恤，這因為你擁有它所代表的地位。你花那麼多錢，但是買到的東西質量也沒有好到哪裡去。然而你就算負擔不起，你還是要不斷的花大價錢去買。第13個標誌，相對於未來，你更關注現在。新窮人是及時行樂的一代，你追逐潮流，所以所有心思都放在當下，而不會在意隨之而來的後果。現在流行一句話，就是錢能賺回來，但你再也回不到做傻事的多少歲了，所以就要盡情揮灑青春。理論聽起來挺好，但是實踐起來可行嗎？你其實就是在向未來借錢，而且這張賬單馬上就要到期了。這當中你個人的責任至關重要。如果你的賬戶裡只有200美元，還欠着3萬5的債務，那你憑什麼週五花75美元出去嗨呢？第14個標誌，你缺乏需求高的過硬技能。你的技能可能包括在網上消磨時間，對一些奇怪偏門的東西有那麼一點特殊的興趣，像是對當地的啤酒特別如數家珍。你想把自己的寵物捧成 Instagram 的明星，儘管我們都知道這股風潮已經過去了，新窮人還活着，但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活，就只會瞎真好。別再天研究霍格沃茨學院了，操心一下你實際的生活狀態。我們知道你想成為一個特立獨行、無憂無慮的人，但是整天這樣可不行，朋友。正因為如此，這個年代前1%的人才會和其他所有人有那麼大的差距，因為那1%的人有着過硬的技能，他們能把它變現。我們常常會認為網上的大低之所以能夠那麼成功，是因為他們很有趣。但是實際上，他們的硬技能是堅持、自律和數據驅動的思維，比你優秀的人還比你努力，他們當然會成功。新窮人就是外行看個熱鬧，然後還看出了一種優越感。新窮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創造內容，如何為別人烹飪出豐盛的內容食物，因為他們終其一生就只會衣來伸手、飯來張口，接受別人的投餵而已。第15個標誌，談論你的錢的事讓你很反胃，但是你喜歡追捧富人。好好的坐下來談論金錢的問題，會讓新窮人感到非常焦慮。在這麼看來，比起財務成功，人生還有那麼多內容，談錢多俗。人生當然有詩和遠方，但是當你家寶寶飢寒交加的時候，你還能顧得上那些詩和遠方嗎？新窮人憎恨傳統的成功，他們會認為那就是富二代的遊戲，根本太清醒了，清醒到根本都不會認真的去看別人為什麼成功，只會沉迷於自己也能那麼成功的幻想。新窮人會選擇保持原狀，因為改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太多了。新窮人心態是一種思想上的病毒，你一定不要被感染。當然，就算你真的被感染了，你也可以通過自我教育好起来。新窮人還有什麼標誌呢？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什麼發現？歡迎在評論中跟我們分享。最後，作為一個小獎勵，想告訴你，在你這個年齡，你的父母比你的工作經驗更多，比你賺的錢也更多，這與他們生活的年代有關。你比他們進入職場要晚，他們比你更能吃苦，也更能忍耐。但是相比於上一代，你也有很多競爭優勢，因為你現在有科技的加成了，你有規模效應。所以你5年能做成的事情，比他們在30年內完成的還要多。現如今企業不會再想着每年增長到10%，而是期望每個季度都能翻倍。只要找對了方向，這也不是什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積累了大量財富的老一輩已經老了過時了。你想要致富，就要找到一種業務，然後再往上發展就可以了。把你的商業發展模式改為出售訂閱服務，這可以打敗很多人了。好多人還在通過無聊和過時的業務賺錢了。別人想明白這件事也只是時間問題，但那時候你就能輕鬆打敗他們了。因為你已經有了先發優勢了，如果你能弄明白這一點，就趕緊付諸實踐吧，這樣就可以致富了。及早醒悟的人就不會再被當成窮人了，你現在就是在自己的錢致富階段了。好了，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，不要忘了點讚訂閱，這裡是堆金機遇，我們下期再見吧。